大家好，我是一个上海女孩，曾经在日本留学，现在定居在宇都宫。平时很喜欢旅游，尤其对台湾特别有感情。说到这里，最近我无意中刷到一条视频，一个大陆的老先生分享了他在台湾吃饭的经历，12天的时间竟让他感慨万分。说实话，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并经常去台湾游玩的人，我觉得他的感受真的太真实了，我真的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然后我也想从自己的视角来聊聊这件事。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欣赏下吧。在台湾吃饭12天，把我这个大陆老头给教育了。有人可能想了，你这个老头真能嘚瑟，吃个饭也能整出事来。这个大家还别笑话我老土，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其实是你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们的认知、你们的思维模式、你们的素质已经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所以呢，见怪不怪了。但是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我是第一次去台湾，我活了60年，这样的场景呢，我还真是没见过啊。我先给大家说说我这12天吃饭的情况。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自然也去不起高档的大酒店，也去不起呢高端上档次的饭店。当然啊，这样的场所呢，也不能代表普通大众民生，所以我去吃饭的环境一般都是小吃部、小餐馆、早市、夜市这样的环境。恰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看到了我一生都没见过的情景。在我以前的生活环境里吧，大家吃完饭呢，基本上都是或者也可以说100%都是付完钱就走人，所以大家觉得这很正常。走后呢，脏乱的碗筷、杯具基本都是由餐厅的服务员收拾，从来就没人会考虑一下下一位来吃饭的人的感受。但是在台湾的小餐馆、早点铺，我却看到了几乎是所有吃饭的人都会主动的把自己产生的垃圾收拾起来，把碗筷、杯具收拾好，放到洗餐具的地方。天哪！当时我就在想原来普通人也可以这样绅士，也可以这样的有风度。这种事儿、这种行为，在我过去的生活环境里，可能我说的是可能，在麦当劳或许能偶尔见到，在普通人的市井生活中，我连想都不敢想。甚至更惊到我的是啥呢？还有人把自己用过的碗筷清洗干净，整齐的放在那里。哎呀，我当时我眼睛就直了，我大眼瞪小眼，伸着个脖子就在那看。我老伴呢还以为我是在看美女呢，就问我你看啥呢？我小声说你看，刚才吃饭的客人在洗自己用过的碗呢。我老伴也扭过头来看，一边看一边说，哎呀，这边人真好。说实话，看到普通人的人性如此美好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我没见过在电视电影里也从来没见过一次。当时我突然一个念头就出来了，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家如果让我去描绘伊甸园伊甸园里人性的美好，我会不会就把这段情景写进去呢？当然这些都是我当时内心的感受，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有些人呢可能会说，有的店面已经写清楚了这是自助式清理个人餐具的店面，的确是有写的，也有不写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管写与不写，大家都能做到这和某些地区相比，他们人为的就会宣扬花钱了就是上帝，有钱的就是大爷，我花钱我就是买服务的。和这些心态相比，这完全就是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过去受电视、电影现在受某音、某手的影响，我一直认为绅士风度就是西装革履、摆造型、说点酷话的人。现在我是活明白了，原来真正的绅士风度就是我眼前的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善良、守规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惭愧是惭愧活了60年，来台湾仅仅是吃了12天饭，就把我给教育了。在此，我只能说一声谢谢你们，台湾人。为人师者，不一定是学历和知识面，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贵贱。感恩你们。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真心觉得这个大陆老头说的太好了，是那么的真实和朴素，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语，但是传递的道理却是那么的深刻。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生活在大陆地区，当他来到了台湾，从此上帝就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觉得他是幸运的，大陆地区还有那么多的老头老太根本就没有来过台湾，甚至就没有走出过他生活的那片土地。接下来我想说说我的感想，也聊聊吃饭这件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事。
先说说我在大陆吃饭的经历吧。记得以前在上海去路边的小餐馆吃饭，吃完直接起身走人，桌上一片狼藉是常态。偶尔看到服务员手忙脚乱的收拾，桌上的汤汁溅得哪儿都是，心里虽然有点过意不去，但总觉得这是别人分内的事。而且在很多人眼里，我花钱吃饭，理所当然享受服务，而这好像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最离谱的一次是我在某地一家火锅店吃饭，隔壁桌的小孩撒了满地的食物残渣，家长却一点歉意都没有，仰着头喊服务员来清理，连句麻烦了都不带说的。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很熟悉？而在台湾真的不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北的一家路边早餐店吃饭，吃完准备起身的时候，发现周围的顾客都会主动把自己的餐具放回回收区，甚至还有人顺手擦桌子。我当时一下愣住了，心想原来普通人也可以这么有风度。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人甚至会简单冲洗一下自己的碗筷再放回去。那一刻我真的佩服得不行。台湾人这种行为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而不是别人强制要求的结果。可能对于长期生活在台湾的朋友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对我们这些从大陆过去的游客，真的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差。真正应了那句话，谁说绅士风度只有西装革履。在大陆也有一些快餐店会提倡餐具自助清理，但你能看到多少人真正做到呢？上次我回国，在一家连锁快餐店吃饭，收餐具的指示牌摆得很明显，但几乎没人理睬，大多数人吃完饭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桌狼藉让服务员收拾。而在台湾，不管餐厅有没有明确要求，大家基本都会主动清理餐具，根本不需要什么标语提示，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有人可能会问，日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文化？确实，日本人注重礼节，比如进居酒屋用热毛巾擦手，吃拉面时会把汤碗摆正。但日本社会强调的是规矩，更多是源于规则的约束，而台湾则不同。这种主动清理餐具的行为，不是被要求，而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南的夜市吃饭，一个阿姨边收拾碗筷边笑着说，干净点，下一位吃着也舒服嘛。一句朴实的话，却让我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相较之下，日本虽然礼貌到位，但这种有温度的接地气真的很难体会到。说到底，这种差距不是经济水平的问题，而是观念的不同。在大陆，很多人把服务看作是花钱买来的，而台湾人更多的是把方便别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这种观念的不同，才是根本的差异所在。我想，这种素质离不开家庭和社会对于一个人从小的教育。这让我想到一个小细节，台湾的小朋友从小在学校就被教育要尊重他人，讲求卫生，甚至在家长的耳濡目染下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而在大陆，一些家庭的教育却总是偏向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所以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的行为习惯自然就体现出巨大的差别。我从心底觉得台湾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台湾的这种舒服不仅体现在餐桌文化上，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干净的街道到夜市的小摊贩，从公交车上主动给老人让座到便利店的热情服务，台湾人总能在细节上让人感受到善意。那个大陆老先生在台湾吃饭12天的经历，说实话，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感慨。台湾的小餐馆让我明白，绅士风度并不需要西装革履，而是体现在每个生活的细节里，是一种人性美的体现。相比之下，大陆的很多地方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我想说，如果有机会，请一定要去台湾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温暖与美好。或许12天的时间，真的可以让你重新认识素质这2个字。
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一起分享台湾美好的事情。我们下次见吧。